这么快，10天的时间转眼变过去，你大哥早就催着我们回去了。2个孩子倒是想在你这里多玩一段时间，但是他们再不回去，你其他侄儿就都打包来你这里过暑假了。战维赶紧说，那大嫂还是带宝贝回去吧，她可不想变成幼儿园的园长。海童笑道，你怕乐了他们都过来呀？肯定呀，都过来了，7、8个小家伙，年纪都差不远，哪怕他们不吵架，也闹得很，兄弟几个凑在一起，也不会安安分分的，会搞破坏。现在只有宝宝和贝贝小兄妹俩还不会搞破坏。战牧尘其实很调皮，也足智多谋，搞破坏的鬼点子都是他想出来的。底下的弟弟要么是受他指使，要么就是跟着他一起闯祸。但只有他和妹妹的时候，他就是个很乖巧的大哥哥，会帮着大人照看着小妹妹，带妹妹玩玩具，不会搞破坏。大嫂，我要上班，先去吃早餐。你们今天要出去，要留司机给你用吗？不用，你车库里的车随便我使用就行。海童带过来的保镖以及保姆都会开车，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，都是老司机了。战维摁着车库里的车子，大嫂随便使用，车钥匙都挂在那个架子上。海童知道他过来了这么多天，只要带娃出门，都是使用老七车库里的车子。男人爱车，老七也不例外。车库里有8、9辆车，他来阳城才几年呢，就买了那么多车放在车库里。要是他长期待在阳城，以后他车库里的车只会越来越多。海童上楼去，回到房里，他先换过衣服，洗刷过，这才走到床前，在床沿边上坐下来，伸手摸着女儿的小脸，温声叫喊，贝贝，起床了，今天我们要出去玩哦，玩过今天，明天去买点阳城手信，后天一早咱们就坐飞机回去了哦。贝贝很快就睁开了眼睛，妈妈，小丫头软软的叫了一声，然后伸出双手要妈妈抱。海童抱起了女儿，小家伙窝在他的怀里还要睡。海童笑着低下头去亲亲他的小脸，要不贝贝在家里睡觉，妈妈带哥哥出去玩好不好？要去，要去。小丫头立即叫着，她要出去玩。再次睁开眼睛，她在妈妈的怀里坐正身子，妈妈。小丫头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，我爱妈妈。海童笑，妈妈也爱你。贝贝，你刚刚说什么了？再说一次。她听到女儿说了我爱妈妈4个字呢。小丫头平时只会说2个字的，贝贝又说了一次我爱妈妈，这一次她说的顺畅多了。海童搂紧女儿，夸赞地道，咱们贝贝会说4个字的话了，真厉害。被妈妈夸赞，贝贝很开心。母女俩嬉闹了一会儿，海童才去拿来衣服，是一条漂亮的小裙子。他身边的人婚后生的都是儿子，就他2胎得了个闺女，个个都宠得不行，是弱眼珠子。闺女的衣服呀，大家都包圆了，不用他这个妈妈买。贝贝最多小裙子，从几个月大可以穿的小裙子到几岁大的都有，全是大家送给贝贝的。贝贝，来，咱们换衣服了。海童让女儿站在床上，他帮女儿脱掉小睡衣，然后换上小裙子。换好了衣服，贝贝还要妈妈抱她去照照镜子。爱臭美的，咱们贝贝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呢。海童轻点一下女儿的翘鼻子，还是满足了女儿的要求，抱她去照镜子。照过了镜子，他问女儿，好看吧？这是你小军姨送给你的裙子，好看。小丫头很认真地答道，贝贝好看。海童被女儿自信又自恋的认真劲儿逗笑，帮女儿换了一双鞋后，他牵着女儿出了房间，走，咱们去叫哥哥起来。战牧尘住在隔壁的房间，他已经6岁大，不能再跟妈妈睡，早在3岁大就被爸爸要求分房睡了。刚被爸爸赶到儿童房睡的时候，小家伙哭了很久，经常抱着小枕头拖着小被子。
跑去拍爸妈的房间门，要求跟妈妈睡，然后一次次被爸爸提溜回儿童房里去。爸爸说他长大了，不能再跟妈妈睡。他不服气地说，爸爸比他还大呢，怎么还要跟他妈妈睡？爸爸说那是他老婆，他跟他老婆睡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3岁大的他说不过爸爸，妈妈心软过，但爸爸心狠呀，妈妈拗不过爸爸，他最终被分房睡，如今他也习惯了。爸爸说过，等妹妹3岁了也要分房睡的。对兄妹俩能够一视同仁，战牧尘心里平衡了。来到战牧尘的房间，海童让女儿拍门，很快战牧尘便来开门。宝宝早呀，妈妈早，贝贝早。战牧尘早就换过了衣服，看来小家伙早就起来了。他向妈妈和妹妹问过好后，便弯腰抱起妹妹。不过走没多远就抱不动了，他也还是个孩子。母子3人下楼时，战伟已经用完早餐，他又逗了侄儿侄女一会儿，才出门上班去。战牧尘一边吃着东西，一边对妈妈说道：“妈妈，七叔今天似乎很开心，出门上班都是高高兴兴的，还哼着小曲，我听见了。七叔心情好，办事效率就会高，晚上能早点下班回来陪你们玩呀。”海童当然看得出来，老七今天出门时心情特别好，猜测是今天要相亲，蓝若若做媒，然后蓝若若请他吃饭。要不是带孩子出门玩，海童都想跟着去，看一下老七的葫芦里卖什么药。七叔下班回来，我和贝贝都睡着了，我们都不知道七叔什么时候下班的。爸爸说他以前也是这样的，很晚才回家。妈妈，是吗？海童嗯了一声，不管儿子问什么问题，只要他知道的都会回答，没有半点不耐烦。小孩子都会有10万个为什么的。爸爸，贝贝跟着说想爸爸。战牧尘也说，妈妈，我也想爸爸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还想景琛和景旭了，还有乐乐他们。战景琛和战景旭是战浩宇和乔涵的孪生子，小兄弟俩5岁大，跟战牧尘最是合拍。他最喜欢和这2个堂弟玩了，他们也说想哥哥和妹妹了。咱们后天一早就回家，你洋洋哥也回到了管城，君家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下周也会来咱们家做客。海童没有延期回管城，不仅仅是老公催得急，还因为叶君博夫妻俩会带着儿女们来战家做客，个个都是大忙人，但为了让小朋友们能聚一聚，都会放下手里头的工作，陪小朋友们过来聚会。龙庭哥哥也来吗？君家那么多小朋友，战牧尘最喜欢的竟然是龙庭，第2喜欢的就是妍妍姐了。当然了，她是你洋洋哥哥的好朋友，好哥们也就是寒暑假才能见面的。战牧尘很开心，妈妈，那咱们要赶紧回去，我要跟龙庭哥哥学功夫，他的功夫最好了，他还会给我们治病。经过6年的时间，如今的龙庭拳脚功夫非常不错了，对付几个成年的混混都不成问题。常年累月跟在老神医身边，他都敢给人看病了。当然只是普通感冒这种小病，他才敢开药，把控不了的他不会自大乱来。师公和师傅都跟他说过无数次，学医治病救人一定要严肃认真对待，不能儿戏大意的话很容易出医疗事故的。龙庭是害怕丢了师门的脸，毕竟他的师傅和师公都是被称为神医的，他是神医的徒子徒孙，这一代唯一的传人，可不能丢了师门的脸，败坏师门之风。程玲玲和军琴的独子也会跟着学一点医理，却没有正式入师门，主要是君妃对医学没有那么大的兴趣，不过是身为神医的亲儿子，多少都要会点皮毛，技多不压身，懂点医理以后出到社会行走，能自保也能防着被人用药算计毒害。海童笑道，龙庭哥哥给你们开的药，你们敢吃吗？我们没有生病，当然不会吃他开的药，不过上次景旭喉咙痛，龙庭哥哥不是给景旭开了点药，吃了之后第2天我们问景旭，他说喉咙不痛了。
那是上火啊。龙婷给景旭开了点消炎泻火的药吃了，自然就好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海童都不知道。去年的事。海童想了想后说道，你龙婷哥哥是跟着2位神医学的医术，虽说才学了6、7年，小感冒想来他能治得了。不过以后你们不舒服还是要跟大人说，要叫田医生过来看看。龙婷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哪怕学了几年的医术，没有实战经验，海童还是不敢让他给孩子们看病。这些小家伙也是胆大呀，一个敢看敢开药，一个敢被看敢吃药。詹木晨哦了一声，记住了妈妈的叮嘱。10几分钟后，阳泰公司，占维的车子驶进了公司，停在公司门口。全公司那么多人，那么多车，也就他的车子会停在公司门口。就是另一位股东来公司，车子都是停在停车场上的。占维心情好，下车后往办公大楼里进去。占总早，看到他的人都和他打招呼，2名前台打招呼的声音甚是甜美。占维微笑着一一回应。等他走过了，2名前台小声交流，一个说，占总今天神采奕奕的，特别的帅啊。我每天早早就回公司，从不迟到早退，就是为了能多看占总2眼。每天看到占总，欣赏着他的俊美，就心情特别好。另一名前台附和着同事的话，可不是，我也是这样。占总真的好帅啊，也不知道以后谁有那个福气能嫁给占总。真希望月老给我和占总牵红线，要是能嫁给占总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同事笑，做这样的白日梦的人不止你一个。公司里的很多年轻女职员都做着这样的美梦，可惜没有一个人能够美梦成真的。从占总进了阳泰到现在将近6年，喜欢占总的女孩子多了去，但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占总特别对待的。也有女职员大胆地追求占总的，结果就是前一天向占总表白，第2天就会被调走，安排到分公司去，要么就是被找点工作错处被开除。次数多了，大家便明白，占总看着平易近人，其实有着很辣的一面，否则也无法带着他们阳泰在阳城的商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占总呀，对咱们来说还是高不可攀的。2名前台犯了一下花痴后，就清醒过来，不敢再发梦。想留在总公司的，就不要真的去爱占总，可以把占总当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来欣赏。不过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只要见过占总的。女孩子次数多了，时间长了，就会控制不住他们的心，爱上占总。爱上了就会大胆的表白追求。暂时没有公司高层进来，2名前台便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，同时收到了一条推送的娱乐八卦新闻。他们看到了标题提及阳泰占总，2人不约而同点进去看这条新推送的八卦新闻。点进去之后还看到了2张相片，相片上有他们的占总，也有蓝氏集团的副总裁，跟他们占总是死对头的蓝若若。占总牵着一个6、7岁大的小男孩，蓝若若则抱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女娃，2个孩子的正面都看不到，只拍到斜侧面。他们一起走在大街上，像极了一家4口，后面还跟着保姆和保镖。这则八卦新闻是用怀疑的口吻报道的，怀疑占维和蓝若若是多年的隐婚夫妻，那2个孩子就是他们俩的孩子。看完了这则八卦新闻后，2名前台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呀？2名前台都不相信这则八卦新闻的报道。他们的占总分明未婚，连女朋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隐婚？就算真的隐婚，也不应该和蓝若若隐婚呀。他们俩分明就是死对头，可是他们俩一起逛街的亲密劲儿，又真的像是夫妻。还有那2个孩子，真是占总的吗？看不到孩子的正面，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，不可能
绝对不可能的。战总和蓝副总都急眼似的，谁不知道他们俩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？怎么可能是隐婚夫妻呀？